罗罗集团为何要4次参加中国的国际进口博览会？罗罗集团在中国的发展机遇如何？中国应该如何抓住与罗罗集团的合作？根据媒体报道，近日中国第4届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中国上海开幕，多国企业参展，力求打入中国市场。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英国航发巨头罗罗。罗罗在大中华区的总裁说，中国是罗罗集团的第3大市场，也是罗罗公司最重要的增长市场，并且这也是罗罗连续4次参加中国进口博览会。从中可以看到罗罗对于中国市场的看重，想要努力地抓住中国的市场。那么罗罗为什么这么看重中国市场呢？为啥想要和中国达成长期合作呢？我们来看看罗罗在中国市场的发展。罗罗全称为罗尔斯罗伊斯，它是英国著名的发动机公司，也是欧洲最大的航空发动机企业。旗下产品包括航空发动机、船舶发动机以及核动力潜艇的核动力装置。其中航空发动机是其久负盛名的主打产品，它研制的各种航空发动机广为世界民用和军用飞机所采用，所以罗罗集团的主营业务就是发动机。而罗罗集团最主要的产品就是应用在航空上的飞机发动机，并且民航发动机是罗罗集团的第1大业务，在罗罗集团的业务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罗罗集团也是为多国的航空飞机提供发动机，企业也是遍布全球，并且值得一提的是，罗罗集团的发动机技术在世界上也是仅次于美国的存在，所以其在发动机的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占据一席之地的。那么此次罗罗集团在中国进博会有何收获呢？据悉，此次是罗罗集团第4次参加中国的进博会，而罗罗集团的动力系统业务在现场与多家中国客户和合作伙伴签订了 MTU 柴油发动机及部件采购订单和合作协议。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罗罗集团在过去的2届进博会与中国的客户签署了近1500台 MTU 发动机交付协议。所以也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客户对罗罗集团的发动机的信赖，以及罗罗集团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市场空间。而且罗罗集团的发动机也是与时俱进，并且与中国的发展相结合，切实满足客户的各样实际需求。因着中国提出了双碳目标，并且明确了时间，所以罗罗集团的动力系统部门也在本届进博会上着重强调了罗罗集团在减碳方面的努力。此次罗罗集团在现场展出的 MTU 4000系列发动机，它也是全球首款采用共轨燃油喷射的非公路柴油发动机。它的设计也是严格按着节能减排的目标，并且罗罗集团也是一直在积极的探索如何降低柴油机的碳排放，使得他们的发动机相较于传统的柴油机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有着很大的潜力。并且罗罗集团也在致力于继续提升现有产品的燃油效率，在已经安装的推进系统上可安装排气后处理系统，以此来降低燃油消耗，从而提高发动机的性能和可靠性。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罗罗集团通过完善自身产品的性能，以此来与中国的双减目标相适应，以此来更加适应中国的市场，获得更多的客户与资源，在中国市场长久的发展下去。其实罗罗集团不仅与中国在 MTU 系列发动机有合作，而且还想与中国的民航客机达成合作。目前中国正在打造自己的民航客机品牌，比如著名的 C919 客机，以及俄罗斯合作的 CR929 客机。有传闻罗罗公司参与了 CR929 客机的航发竞标。有分析认为 CR929 的竞标也是罗罗积极去讨好中国市场的原因所在。甚至罗罗方面表示，如果能拿下生产线的航发竞标，甚至可以将生产线搬到中国来，而这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中国民航在发展之际，其实就面临着西方国家利用航发给中国卡脖子的风险。前后加拿大政府扣押30亿美元的普惠加拿大生产的 PW150C 涡扇发动机，导致新州700飞机迟迟无法首飞。后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威胁给 C919 客机使用的通用公司 LEAP-1C 发动机禁运，刚起步的中国民航时时面临着航发断供的风险。由此看来，拥有自己的航发生产线是多么的重要。就拿 C919 来说，因为 C919 飞机的研制基本上是由国产商飞公司来负责，所以飞机上的很多部件都是采用了国产的设计和装备。
但是 C919 的发动机采用了美国通用公司研发的 LEAP-1C 发动机，因为在民航发动机上还是美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加上此前一直都是在美国的垄断之下，中国就一直是被美国卡脖子，所以在民航发动机这块一直受到了美国的制约，也极其限制了中国民航事业的发展。而中国和俄罗斯联合研制的 CR929 是中国大型民用飞机发展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由于 CR929 体量更大，且中俄都在努力加快推进其发动机的研制工作，所以 CR929 的发动机在未来的应用上也拥有更广泛的使用空间，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罗罗集团也在寻求为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联合开发中的 CR929 宽体客机提供发动机，并且他们提议在中国建立一条发动机装配线，以此来方便为中国提供民航发动机。正是由于罗罗集团想在民航发动机上与中国达成合作，也使得中国在民航客机的发动机上也有了更多的选择。中国此前民航客机 C919 一直受到美国的限制，只能使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提供的发动机。但是随着罗罗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青睐，也愿意为中国在中国建立一条发动机装配线，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很好的消息。那这样的话，罗罗公司也将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就为中国商飞开发的 CR929 宽体客机提供发动机的业务展开竞争。但是现在的中国完全是占据了主导的选择地位，而罗罗集团也愿意答应中国的条件，那么中国就完全可以与罗罗集团合作，能够赢得利益的最大化。因为面对中国庞大的未来市场，罗罗集团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肯定都是不会放过的，所以中国完全可以让罗罗集团进驻中国，在中国铺设发动机生产线，这也可以有利于中国打破美国在民航发动机的卡脖子，也可以借鉴学习罗罗集团在发动机研发方面的有效经验，和享受罗罗集团公司的最新研发成果。这对于中国真的是两全其美的事儿，能够让中国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从而可以完全在两国的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这也是中国遇到的发展机遇，还是应该要好好的把握这样的机遇。但是也有说罗罗集团这是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有其自己的目的在里面，不是完全出于好心。但是无论怎么说，对中国都是有好处的。罗罗集团最想要的还是中国的市场，以便为他们赢得最大的利益，所以中国只需要多留心，从容应对就好，只不过都是各取所需。当然也要相信中国在英国罗罗集团的帮助下，中国的 CR929 民航客机能解决客机发动机的核心问题，加快 CR929 民航客机的研发，然后也不断的在民航发动机上刻苦研发。相信不久后中国能研制出自己的民航发动机，未来的中国完全可期。